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当33岁肖战对比51岁黄觉，才发现神颜在演技面前不值一提。进入2025年5月，国产电视剧市场迎来一波集中爆发，《藏海传》无疑成为其中的最大黑马。这部由肖战领衔主演的古装权谋剧，自上线以来热度一路飙升，连续多日稳居各大平台热搜榜首。不仅在网络端掀起观剧狂潮，还在央视8套上星播出时取得了惊人的收视数据，最高收视峰值一度突破 2.1， 稳居同时段剧王之位。其影响力和口碑与孙俪主演的《蛮好的人生》旗鼓相当，成为2025年初电视剧市场上最具话题性的作品之一。《藏海传》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除了本身剧本结构扎实、故事节奏紧凑、极具权谋博弈的张力外，演员阵容的配置和表现同样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剧集进入第一个高潮节点，男主藏海成功反杀陷害者，成为平津侯府首席幕僚，正是踏上复仇之路的关键时刻。肖战饰演的藏海与黄觉饰演的庄如银展开了正面对决，两位演员的演技水平和角色驾驭能力也随之受到观众和业内的广泛热议。在这场年轻流量演员与资深戏骨之间的表演交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正在浮现：在真正的表演艺术面前，单凭神颜难以构建角色的深度与厚度。观众对演员的审美已经从好看走向了演得好，尤其是在一部权谋剧中，层次分明、心理复杂的人物塑造尤为重要。不可否认，肖战饰演的藏海在人物外形塑造上极为成功。初登场时的藏海是一个怀抱理想的寒门书生，一身布衣，眉眼清朗，带着未世故的纯真气息。随着剧情推进，他逐渐进入权谋漩涡，成长为心机深沉、谋略过人的一方智囊。服饰、眼神、气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清爽简约到沉稳大气，从目光纯澈到眼神凌厉，肖战的造型演绎无疑为角色增色不少。然而，在人物的心理刻画与情绪把控方面，肖战的表演仍显稚嫩。比如在一场与平津侯的马车对峙戏中，藏海在面对权势压迫的同时，需要表现出内心的不卑不亢与战力并存的复杂状态。此类戏份若处理得当，完全可以成为展现角色心路变化的高光时刻。但肖战在这场戏中采用了较为直接的表现方式，瞪大双眼，提高声调，用外部肢体反应来传递情绪，却缺少微表情的内敛表达与心理节奏的层层递进。这种表演方式虽然符合直观感受，却难以支撑藏海作为一名权谋中人的心理复杂性。毕竟，在宫廷与权臣斗争的世界里，真正的胜者往往不是情绪外露之人，而是深藏不露、运筹帷幄之辈。肖战在面对这种性格张力强烈、情绪多维的角色时，尚未完全脱离他在以往偶像剧中的表演习惯，情绪标签化，情感表达表面化，缺乏细腻和厚重。尤为明显的是，在谋杀平津侯的关键情节中，当庄如隐试图查找香炉机关未果时，藏海的紧张与松懈应当是人物心理变化的精髓。但肖战的处理略显粗糙，仅用一个张嘴的动作表达惊讶，再随即移开视线表示松一口气，缺乏从惊慌到侥幸之间那种层层递进的心理反应。如果此时能增加呼吸频率的变化、手指轻微颤抖等肢体语言，或许更能体现出人物的真实与复杂。事实上，肖战在饰演偶像剧角色时所形成的镜头感与表演模式，在《藏海传》中变得不再适用。藏海这个角色需要的不是表层情绪，而是真实而克制的内心波动，需要演员通过技巧与经验，
将内心世界渗透到微表情与肢体动作之中。肖战虽形象贴合，但演技仍需深耕。黄觉老戏骨的沉稳与精准，赋予反派灵魂。与肖战的光鲜亮丽相比，黄觉饰演的庄鲁隐则是典型的戏骨型演员。他用看似不起眼的外形和极具压迫感的演技，构建了《藏海传》中最具压迫力的反派形象。庄鲁隐是整个权谋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他深谙权术，城府极深，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剧情走向，是藏海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强大对手。黄觉在诠释庄鲁隐时，从不依赖大幅度情绪波动来博取观众注意，而是通过细腻的眼神、微妙的面部表情以及松弛的肢体语言，传递出角色的威严与多疑。他面对藏海时的几次目光试探、言语设局，都透着压迫感。他可以在平静中传达杀意，在微笑中暗藏警惕。这种表演的深度与张力，不仅丰富了角色本身，也为剧集整体增加了心理层面的紧张感。最典型的一场戏是庄鲁隐在听闻藏海更换香灰后，缓缓走向香炉查看。此时他的目光阴沉，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却分明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当发现香炉内并无异样，他没有直接放松警惕，而是继续凝视藏海，仿佛在观察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陷阱。这种不动声色的试探与控制，是对表演深度的极致展现。更难得的是，黄觉在刻画庄鲁隐时，从未陷入反派脸谱化的俗套。他让这个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更是一位在复杂权力结构中挣扎求存的野心者。其角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益于黄觉对剧本的精准解读与对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通过他极具层次的演技，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反派角色内心深处的恐惧、愤怒、犹疑与算计。《藏海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剧样本，它不仅是权谋题材的成功尝试，更是一次关于演技与流量、气质与技巧的现实对照。在肖战与黄觉的演技对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演员的形象匹配度固然重要，但真正塑造角色的是技巧、经验、沉淀与心力。肖战具备成为好演员的基础条件，但他仍需在角色的内心世界与心理节奏上继续深入，而黄觉则用几十年的积累，交出了一份厚重且令人信服的答卷。观众对演员的期待，不再仅仅是好看或有话题，而是希望在角色中看到真实与力量。在这个时代，神颜可以带来关注，但唯有演技才能获得尊重与长久的留存。流量终将过去，而角色会留下。愿每一位演员都能用心演戏，用力生活，终在表演这条路上与角色完成一次真正的双向奔赴。